被真正爱过的人是什么感觉啊？答案就是被真正爱过的人，他可以感受到真正的自由，不只是跨越各种私密的事情啊，是你的自私、你的狭隘、你的虚伪、你的龌龊，你是不需要伪装和隐藏的，你是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，就像独处一样。心理学有分析认为啊，真正被爱是完全被看见和接纳，你的所有的阴暗面都可以放在太阳底下，跟他一起去探讨，一起去思考，他不会鄙视你，而是慢慢的去帮你改进，然后你慢慢的就变成一个非常赤诚的清澈的一个孩子，好像就是从社会重返校园一样。即便是分开的时候吧，你也不会感到很孤独，你不会频繁的追着打电话，也不会感到很焦虑不安，而是你会觉得自己慢慢的变成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善良的人，因为拥有这样的爱情而心怀感激，所以想要力所能及的去释放善意，去帮助别人。这是被爱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啊！被爱不只是存在于亲密关系之中，我们最初可以被爱都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开始的。被爱的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特征是什么？被爱过的人更容易变好，而从小缺爱的人会鞭笞自己，一直努力到这种焦虑反而不容易死就变好，因为一直要求自己改变的动机是在于这样一个内在的信念，就我是一个糟糕的人，所以他们为了改变自己而做努力，把自己卷进一个黑色的漩涡。很多人依靠不停的做一些事儿来驱散焦虑，结果就更加焦虑。如果我们的生命里有过爱我们的人，比如说我们的父母，他们内化成我们内在的客体，有了这个人在心里，我们就能够去安定，就像在疯乱的世界里有一个锚，稳稳的锚定着自己，任何时候你失败了，即使不回头，也知道背后有那么个爱自己的人给自己去托底，所以你有重新变好的勇气。如果缺少这样的爱，你内心是没有一个稳固的客体的，就难以找到自洽的感觉，缺少了自洽感，就难以和自己和这个世界建立良好的关系。很多人是通过与书本或者某种外在的行为，或者特定努力的方式去建立关系，来防御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往往会一直陪着一个人。没有被爱照亮过的生命啊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羞愧，所以很多人为了抵御这种羞愧，试图不断的去做出改变，可是在羞愧感的驱动下所做的改变往往都是徒劳的。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啊，人是很难改变的，除非有了某种动力，这个动力如果是外在的诱惑，比如说你变得自律了就可以瘦下来，那么这是一种外在的驱动力，这种驱动力是很难使你真正的改变的，只有内在驱动力才能使一个人真正的改变，而这种内在驱动力就是通过被真正的爱过来获取的。所以说完全被看见和接纳的孩子才更容易变得优秀起来。其实很多人不是无法改变自己，而是你可能从来没有被真正的爱过，所以你内心力量也是不稳固的，你经常是焦虑和不自信的。焦虑和不自信啊，不代表你不优秀或者是不值得被爱，而是代表你缺乏被爱的经历，也没有爱自己和接纳自己的意识。比如说啊，你讨厌学习一样东西，你硬逼着自己去学，你这样没有效果。可你如果接受自己讨厌学习什么，不用像别人一样给自己设那么多外在的标准和目标，你这样反而能重新找到自己，又有力量以自己的步调向前进。人在一种安定的状态下，才能更投入自己的发展。真正的改变就是这么发生的。每个人都需要明白自己独具天赋，生而有光，成为自己，无论是好的自己还是坏的自己，都可以被允许和接纳。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独特而有价值的，这样的自己本来就很好。允许自己不改变，无条件的爱自己，做自己的时候，改变就自然发生了，也会吸引更多的爱意。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现实，就是从小没有被好好的爱过、重视过、无条件接纳过的人，是很难允许自己不改变的，也很难爱自己的。除非我们重新养育好内在那个曾经受过伤的小孩，那一刻我们才能真正的绽放出我们自己的生命力，活出真实而美好的自己。明白了吗？